如果伪装有段位，那么这个男人绝对榜上有名。手臂经过涂抹上色后，便能与树干完美融为一体，甚至还能隐藏在石头缝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参加饥饿游戏。所有选手在起点蓄势待发，场地中心堆放着大量补给和武器，数十亿观众都在观看着这场直播。接下来的10天，不是你死就是我。随着倒计时的结束，所有人冲向赛场中心。小美刚跑到一半，便看见拿到武器的选手们开始疯狂厮杀。她随手捡起一个背包向树林跑去，不料刚进入树林就和别人撞在了一起。好在两人都不想动手，各自跑开。等跑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后，小美开始检查背包，里面没有食物，只有一些简单的户外用品，唯一的武器是一把匕首。这时天空突然响起炮声，一声代表一个公平死亡，足足响了12声才停止。游戏第1天就已经死去一半，接下来的竞争会更加残酷。小美尽可能的避开其他人，然后利用自己的野外生存技能，开始在附近制作陷阱。饿了她就抓野兔吃，渴了就喝河里的水，困了就把自己绑在树上休息。这里虽然是野外丛林，却到处装有伪装摄像头，选手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同步直播。这时一声尖叫惊醒了小美，她发现有人开始结盟，而他们的目标正是评估分数最高的自己。红区的皮特也被他们胁迫加入。小美继续向赛场边缘跑去，但游戏设计师不会让她得逞。观众们最想看到的是互相厮杀，于是设计师在她身后放了一把火，小美只能拼了命的跑。可更恐怖的是，后面还有火球在追着她。设计师能够随意控制场内的大树，从而干扰他的逃跑路线。小美被迫跳进河里，刚好被结盟小队发现。他们像野狼发现兔子一样追杀着小美。小美腿部受伤，只能爬上大树躲避。好在这群人不会爬树，弓箭射的也不准。皮特建议大家在树下守株待兔，关键时刻，场外的导师通过关系为小美拉票。随后一份补给空降到了小美手上，这是能够快速恢复伤口的金创药。第2天，小美的伤口便完全愈合。这时，年龄最小的云香出现在树梢上，她提醒小美可以利用旁边的蜂巢脱困。于是，小美忍受着毒蜂的刺痛，用小刀一点点锯断了树枝。随着蜂巢的掉落，大量变异杀人蜂飞出，树下的几人只能四散而逃。跑得最慢的金发妹被杀人蜂包围，等到小美过来时，她已经不成人样。小美顺手捡起地上的弓箭，准备离开，不料杀人蜂的毒液很快让她晕了过去。等她再次醒来，已经是2天之后，伤口上敷着草药，武器也在身边，是小云香救了她。两人饱餐一顿过后，决定联手去资源库偷物资。云香在另一处生火吸引注意力，对方只留下1人看守物资。小美觉得机会来了，可刚想出动，却被别人捷足先登。只见一个女孩用凌波微步偷走了补给，小美这才意识到补给周围布满了炸弹。不过女孩引开守卫后，给小美创造了机会。通过细心观察，她决定射掉袋子里的苹果，引爆炸弹。不料炸弹的威力太大，竟把补给也炸得灰飞烟灭。无功而返的选手们发现物资被炸毁，直接扭断了看守的脖子。所谓的暂时结盟也不过是强者的把戏。小美急忙跑回树林寻找云香，发现云香被陷阱困住，她二话不说就冲上去解救。这时迎面飞来一根长矛，小美本能躲闪，反手就给了对方一剑。可当她回头时，发现云香已被长矛击中。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小美也无能为力，只能安抚着云香慢慢睡去。她痛恨这泯灭人性的游戏，不断怒吼着表达自己的不满，随后又对着镜头做出了代表信仰的手势。镜头前的12区平民被她感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愤怒。为了平息这次暴乱，统治者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他下令可以让来自同一区的贡品同时胜出。小美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她顺着河流寻找着皮特，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原来皮特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块石头。小美为皮特处理伤口后，把他搀扶到了隐秘的山洞中，随后又轻轻吻了一下皮特。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假扮情侣，博得富人的同情。没过多久，物资果然送了过来。小美细心照顾着受伤的皮特，皮特却在此刻表白自己一直暗恋着小美，这让小美颇为尴尬，因为男友还在家里等着她。夜幕降临，天空突然传来广播声，说是在广场中心投放了大量物资。为了尽快让皮特得到救治，小美决定独自前往广场拿物资。5区的奔跑女孩依旧靠自己的优势取走了一个袋子。小美发现周围没有其他人，也很快冲了过去。然而她刚拿起补给，飞刀女突然出现，小美的额头被利器划破，她起身反击，可对方动作灵活躲了过去，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飞刀女逐渐占据上风，她用刀抵住了小美的脖子，还向小美炫耀着自己杀了多少个贡品。这刚好被云香同区的人听到，她冲上来就扭断了飞刀女的脖子。念在小美曾救过云香，便放了她一马。小美拿着药膏回到洞穴，他们为彼此涂抹药膏，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就连游戏背后的工作人员也被此情此景感动。第2天，两人分头寻找食物，突然一声炮响传来，小美以为皮特遭遇不测，赶紧过去寻找，发现皮特正在摘一些含有剧毒的果子，而死去的正是一直尾随的奔跑女孩。她因为偷吃了皮特的果子一命呜呼。为了让最终的决战更加精彩，设计师在树林中投放了一只猛兽。果然到了夜晚，传来小黑哥的惨叫，只是他们并不知道黑哥死于猛兽之口。两人继续向前摸索，突然猛兽冲出来扑倒了皮特，小美迅速拔剑射击，暂时击退了猛兽。两人继续逃命，设计师觉得还不过瘾，紧接着又投放了2只猛兽。两人一路跑到广场中央，爬上物资房才躲过了一劫。不料早就埋伏在此的男人袭击了他们，一番激烈的撕扯过后，男人锁住皮特挡在身前。小美拉弓瞄准，却不敢贸然射击，如果直接射死对方，皮特可能也会掉下去。关键时刻，皮特给小美打了个暗号，小美心领神会，一箭射中男人的手臂，皮特转身一推，男人便落入猛兽之口。最后赛场上只剩下他们2人。这时天空缓缓亮起，可总统竟然出尔反尔，表示之前共同胜出的规则取消，言外之意就是想看这对苦命情侣自相残杀。两人知道自己被富人玩弄，他们都不想伤害对方。
小美决定一同吃下夺命野果，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向高高在上的妇人抗议。可就在最后一刻，设计师及时阻止了两人。这是第一次同时产生2名胜利者，而设计师因为自己的设计漏洞，直接被统治者刺死。小美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妇人们的游戏规则，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统治者还在盘算着一盘更大的棋。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另一半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得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女孩身着洁白婚纱，旋转时燃烧熊熊火焰，火焰散尽，化成一袭青灰色长裙。女孩抬起双臂，展开一对青灰羽翼，全场顿时沸腾，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她身为祭品的身份标识——嘲笑鸟。这一刻，来自贫民窟的底层女孩向高高在上的总统正式宣战。女孩所到之处，人们纷纷举起反抗暴君的手势，哪怕搭上性命也无所畏惧。老人的死让他痛苦、愤怒、震惊，更坚定了他反抗的决心。然而，当总统拿出家人和朋友来要挟他时，他还是屈服了。他不能失去他们，但总统却变本加厉，派出军队践踏他的家园，鞭打他的朋友。凯特终于忍无可忍，挡在了朋友的面前。好在导师亮明身份出面解围，然而这一幕却被有心人录下疯狂传播。总统瞬间意识到妻子失控，这个不听话的女孩必须被除掉。可是现在她已经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公然杀她肯定会激起民愤。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策，他宣布今年的献祭将不再采取抽签的形式，而是由往届的胜利者参加。也就是说，去年才死里逃生的凯特和皮特必须要再参加一次死亡献祭。这一次，他们的对手不再是其他少年，而全部都是经验丰富的杀手。面对总统的赶尽杀绝，他们当务之急是要知己知彼，了解其他对手，比如这个彪悍的女人，生生把自己的牙齿磨尖，近身肉搏时就能一口封喉。还有这对智商超高的卧龙凤雏，曾经轻易电死6个贡品，一举拔得头筹。最可怕的是这位聪明帅气，年仅14岁就拿下比赛的全能王。当然，替别人来送死的炮灰奶奶也不容小觑。导师告诉他们，这次的玩法完全不同。通过观察，凯特锁定了小帅、老奶奶和科学家夫妇作为盟友，但他哪里知道，总统早就料到了他们这一招。他找来了一个新的游戏设计师，不仅把游戏设计得更加残忍，还密谋设下圈套，让凯特杀掉所有的人，以此让他在人民心中身败名裂。到了最后的技能评估环节，皮特凭借出色的画工在地上画了云香的画像，这更是激发了凯特内心的愤怒。You have 10 minutes to present your chosen skill. 他直接用绳子吊起一个假人模特，随后做出嘲讽的谢幕动作。模特胸口赫然写着上届设计师的名字，是凯特间接杀死了他，这是在公然挑衅本届设计师。第二天，饥饿游戏正式开始，选手们全被植入了那种追踪器。凯特和服装师深情告别，他像上次一样走进了玻璃管道，没想到军队冲了进来，将服装师一顿暴打。因为正是这个朋友给他设计出了那件嘲笑鸟战服，引得全场热血沸腾，纷纷举起反抗的手势。而眼前这一幕，就是总统早就为他准备好的下马威。眼见朋友被活活打死，凯特只能疯狂大叫，却无能为力。随着电梯缓缓上升，第二次死亡游戏开始了。超大的时钟竞技场正上演王者级真人吃鸡，中心摆着各种补给和武器。随着倒计时结束，女孩一头扎进海底，率先上岸，顺利拿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弓箭。一转头，尼克已经贴在身后。Good thing we're allies, right? Where did you get that? Where do you think? 他亮出黄金镯子， Duck. 没想到反手一毛掷出。强悍的队友见面就拿一血，两人很快救出了被困在水里的皮特，然后再带上老奶奶一起冲进树林躲避。目前当务之急是找到淡水。皮特拿着砍刀在前面开路，后面的凯特发现光线有些不对。原来前方有一堵电磁力场，受到电磁冲击的皮特已经没了呼吸，凯特被吓得手足无措。好在尼克及时给他做心肺复苏，皮特很快醒了过来。为了找到安全的线路，凯特索性爬上附近的大树观察，他发现天空似乎也有磁场，于是对着云层射出一箭。原来电磁力场是个穹顶，他们的位置在竞技场边缘，就连天空也是全息投影打造的。在这个密闭的空间中，很难按照自然规律找到水源。到了晚上，空中出现了死亡者的名字，短短几个小时就已经死了8个人了。同时，导师也为他们送来了补给。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水龙头，只要把它插在树干上，紧接着一股清澈的淡水从树内流出。几人好饮之后，正准备休息，这时天空传来12声钟鸣，表示到了午夜12点。几人先去休息，凯特留下来放哨。这时远处的大树正遭受着雷击，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片刻过后，身后突然飘来一股浓雾，凯特好奇地伸手触碰，瞬间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手背生出无数水泡。他赶紧叫醒大家远离毒气，然而毒气蔓延的速度很快，几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眼见逃不过了。老奶奶自知行动不便，怕拖累队友，她毅然决然走进毒雾之中。Finnick, we have to go.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We have to go. 大家来不及悲伤，只能互相搀扶着夺命狂奔，但又被毒雾笼罩。紧接着脚下一空，3人连滚带爬跌下悬崖，毒雾弥漫的势头更加汹涌。
却突然被一道无形的结界挡住，随后消散一空。大难不死的凯特爬向水边，手上是剧烈的疼痛感，但诡异的是，毒物造成的伤也奇迹复原。三人刚忍痛化解完全身毒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树干上围满了吃人的山魈，没人敢轻举妄动。Peter. Yeah. Walk over here slowly. 众人剑拔弩张，他们想要慢慢走回沙滩边上，可山魈并不想给他们活路。凯特率先射出一箭，人魈大战一触即发。奈何对方数量太多，众人只能边打边退。皮特虽然手持武器和山魈展开了厮杀，但山魈实在太多，他们渐渐招架不住。突然，树林里跳出了一个伪装者，为他们挡住了致命一击。几人拖着重伤的伪装者来到水面，山魈似乎在惧怕什么，止住了攻击的脚步，渐渐地退回雨林。而伪装者到死也没有说出为什么要舍命救他们。看着被飞机运走的尸体，两人心里五味杂陈。随后，树林里又跑出来3个人，是科学家夫妇和黑发妹，他们满身血污，显然刚刚死里逃生。那个科学家的妻子似乎被吓傻了，嘴里只会反复地说着。这时，远处再次出现闪电。凯特想起就在昨晚，相同的闪电曾经击中过相同的位置。再看看钟表一样的湖面，他顿时恍然大悟。原来竞技场被设计成表盘形状，每隔1个时辰就会爆发一次灾难，再根据遭遇的环境推测出每次灾难都会被限定在一定区域。了解规则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没想到更危险的却是人性。为了镇压穷人，总统举办真人版吃鸡，献祭的参赛者全是底层平民。竞技场里不是高浓度腐蚀的毒物，就是择人而食的鬼魅山魈。即便逃到轮盘补给中心，也能操控轮盘高速旋转，将献祭者统统甩出去。幸存者死死扣住凸起的石壁。但转速却越来越快，刀刃贴脸擦过。凯特瞬间脱力，好在队友一把抓住手臂，但也无济于事。没想到凯特翻滚沉入湖底，负责人却立即喊停，似乎还不想他们死得太快。好在大家都并无大碍。没过多久，凯特又在树林中听到了家人的叫声，可再仔细一听，发现这是嘲笑鸟发出的声音。无数亲人的声音回荡在周围，这让凯特崩溃不已。最后在皮特的安抚下，他才逐渐平静了下来。几人再次来到岸边，科学家突然想到了一个计划，他要用电线缠住那棵被雷击的大树，然后把另一头埋在沙滩旁的水里，等其他选手返回沙滩取物资时，可以将他们一举歼灭。夜幕降临，5人开始行动，但科学家却执意要分开凯特和皮特，分头行动。尽管心生疑虑，但两人还是答应了。谁知刚一转身，凯特和黑发妹就遇见了杀手2人组。他刚想拔剑防备，谁知队友一闷棍反水，并拿刀切开他的手臂，转身跑进了雨林。侥幸逃过一劫的凯特悄悄躲了起来。此时他才意识到这就是场阴谋，准备返回去寻找皮特。这时尼克也闻声赶来，可凯特不再相信任何人，他举起弓箭瞄准了尼克。此时屏幕外的总统兴奋地站了起来，千钧一发之际，尼克束手就擒，并提醒道 Remember who the real enemy is. 凯特恍然大悟，因为导师之前也对他说过这句话。他不再犹豫了，把金属线缠绕在箭头。这时候天空中雷电交加，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闪电。他把箭头对准天空，怒意直逼电视机前的总统。人工的穹顶爆炸了，信号瞬间全部消失，而凯特也被强大的电流击飞。在恍惚中，他看到钢筋水泥燃烧着掉落。这个运行了几十年的地狱，终于被自己摧毁了。很快，收尸的飞机来了。没过多久，凯特从昏迷中惊醒，发现自己身在一个机舱里，旁边还躺着昏迷的科学家。他蹑手蹑脚地打开舱门，看到尼克和导师居然和那个游戏设计师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被骗了，大吼着冲了上去，却被导师反制。导师告诉了他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他出来。当总统召集来所有以往的选手时，他们中间的一半都决定要舍命保凯特，目的不再是几人的游戏，而是全国反抗者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伪装者会舍命相救。落水时，游戏负责人会叫停队友，还有黑发妹最后的那一刀，是为了取出凯特身上的追踪器。另外，游戏设计师也是自己人，他一边迷惑总统，一边密切注意着凯特的安危。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行动，只有凯特自己不知道。现在皮特身陷敌营，自己的家乡12区已经被夷为平地，而载着他的飞船正飞往大本营13区。凯特别无选择，为了牺牲的队友，为了人们的希望，他只能背负起命运给他的一切。
这才是一箭双雕的最高境界。女人张弓搭箭，朝着天空蓄力一击，轻松击落了2架武装战斗机。这是一种特制的箭头，黑色的是普通箭，黄色的为火焰箭，红色的是爆炸箭。前不久在饥饿游戏的竞技场中，小美击破了坚固无比的穹顶立场，然而自己也陷入了昏迷状态。当她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前往13区的飞机上。原来曾经被国会夷为平地的第13区，一直隐藏在地底深处。眼前这位英姿飒爽的女人，正是反抗军的首领柯因。他们向小美解释道，饥饿游戏结束后，有7个地区同时吹响了反抗的号角。正是因为小美不甘屈服的精神，让无数民众看到了希望。反抗军不计代价救小美出来，就是想让她继续作为引路人，让更多地区加入反抗阵营。然而小美并不在意这些，她现在只关心皮特的安危。为了激起小美内心的反抗精神，盖尔带她回到了家乡。眼前的场景让小美彻底崩溃，曾经的家园早已面目全非，只剩下轰炸后留下的废墟，地上被烧焦的尸体让人看了触目惊心。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然而她的房子却安然无恙，花瓶里还放着一朵白玫瑰，说明总统来过这里，这是一个警告。与此同时，斯诺总统为了镇压民众，开始全国直播演讲。他称反抗军为叛国者，并在全国观众的注视下，将几名反抗者就地处决。Prepare to pay the ultimate price. 没过多久，小美在电视上看到了皮特的身影。皮特作为采访嘉宾，一直在为小美说话。他表示小美从未参与过反抗运动，还呼吁大家放下武器投降，因为杀戮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糟糕。显然，皮特是在为国会区发言。这番言论惹怒了电视机前的反抗军们，他们认为皮特是一个叛徒。可小美始终相信皮特，他是被国会威胁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为了救出皮特，小美和柯因达成了协议，她愿意用嘲笑鸟的身份为反抗军发声，条件是反抗军必须救出皮特和其他贡品，并赦免他们的一切罪行。为了让小美更加配合，他们还抓来了小美的经纪人艾菲。艾菲带来了服装师的遗物，里面有个嘲笑鸟徽章，还有他为小美设计的最后一件战衣。小美穿上战衣之后，来到摄影棚，准备拍摄一段宣传片，用来鼓舞那些还在犹豫的民众。可小美毕竟不是演员，台词说的总是磕磕巴巴。We dare to end this hunger for justice. 即便最后能够流利的说完台词，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导师建议小美前往实地拍摄，才能够说服民众。在出发之前，博士为她设计了新武器，不仅强化了反曲弓，还丰富了箭头的功能。小美带着全副武装的拍摄小队，来到了战火肆意的第8区。临时医院里躺着无数受伤的平民，看着惨不忍睹的画面，小美内心十分复杂。然而她的到来，让伤员们再次看到了希望。You to fight with us? I am. I will. 受到鼓舞的民众纷纷举起熟悉的手势，小美已然成为了他们的信仰。然而他们的行踪很快被总统发现，小美一行人刚离开，医院大楼就被夷为平地，伤员无一幸免。看着眼前被炸毁的大楼，想想那些惨死的伤员，小美内心的愤怒被彻底激发。You can torture us and bomb us and burn our districts to the ground. But do you see that? Fire is catching. 宣传片很快在各大区传开，受到鼓舞的民众无所畏惧，哪怕身后是全副武装的国会士兵，他们依旧没有停下脚步。民众纷纷爬上大树，树下的士兵疯狂扫射，可下一秒，他们就被炸得粉身碎骨。反抗军迎来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小美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那些无辜死者的身上。她的内心备受煎熬。由于多地发生暴乱，国会区再次拿出皮特来做文章。他不仅嘲讽小美的宣传片，还劝她不要被反抗军利用。屏幕上的皮特看起来十分憔悴，小美知道他一定是遭受了折磨。为了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小美又回到了第12区，因为这里是她和皮特的故乡。这时，一只嘲笑鸟飞到了他们身边，摄影师建议小美唱首歌，让嘲笑鸟传下去。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后来这首歌被广为传唱，越来越多受到鼓舞的民众开始了反抗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敢义无反顾地冲向国会电站。前面的人群被射杀倒地，后面的人继续跟上，直到把炸弹送进大马。随着一声巨响，发电站被炸毁，国会区陷入了停电状态。可他们依旧用备用电源，让皮特继续在电视上指责反抗军滥杀无辜。与此同时，博士利用黑客技术强行插入了小美的画面，这让皮特恢复了短暂的理智。他告诉小美，国会区正准备轰炸第13区，让他们赶紧躲到安全地带。柯因相信了皮特的警告，赶紧让所有人躲到地下避难所。没过多久，轰炸机果然来了。好在他们并不清楚13区的具体位置，只是在地面上胡乱轰炸。反抗军撑过了这场空袭。柯因决定继续拍摄视频，告诉其他区，他们的嘲笑鸟依然活着。可当小美来到地面，发现满地都是白玫瑰，这是总统给她的最后警告。如果再继续配合反抗军，他们就会杀掉皮特。这一刻，小美退缩了，她不想拿皮特的生命去冒险，不愿再为反抗军录制视频。这时，导师找到了小美，称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计划，现在由尼克出镜直播演讲，吸引国会的注意力，同时派出一支突击小队前去营救皮特。营救小队趁着夜色潜入了国会区，他们在训练基地寻找皮特等人。这时灯光突然亮起，国会区恢复了电力，直播信号也被切断。为了继续掩护小队的行动，小美要求与总统进行对话。转播信号很快恢复正常，小美请求总统能够放过皮特，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料这个老狐狸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动。 Don't you think I know your friends are in the tribute center?
总统直接挂断视频，小美再度陷入绝望。可没过多久，救援小队带着皮特和其他幸存者平安回到了第13区。盖尔称是总统故意放他们回来的，这背后肯定又是另一个阴谋，但他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小美看着骨瘦嶙峋的皮特，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下一秒，皮特突然发狂失控，他死死掐住小美的脖子不放。等到小美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脖子被打伤了指甲，连声带也受到了损伤。原来皮特已经被药物控制，越是自己最在意的人，就越想杀死对方。这正是总统的诡计，他把皮特改造成了刺杀小美的人体武器。可就在这时，科因却向反抗军大声宣告，他们已经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所有人为此欢呼雀跃，只有在病房里的小美始终乐不起来。她看着痛苦挣扎的皮特，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男人轻轻扔出一块石头，左右2把加特林开始疯狂扫射，任何活物都别想通过这里。等武器弹药耗尽之后，小队继续前行。然而都城到处都是机关陷阱，要是没有全息图，他们将寸步难行。小队按照地图上的指示轻松找到了机关，小美摆好姿势射出一箭，接到2侧喷出熊熊烈火。这时科因再次搞事情，他把皮特也送到了前线，说是皮特的出现可以打击国会士兵的士气，实际上是想让他解决小美。老黑早已看透科因的想法，他不想看着小美成为政治工具，于是告诉小美，科因一开始想救的人是皮特，并不是小美，他不喜欢自己无法控制的人。小队继续前行，由于全息图没有实时更新，老黑不小心触发了新的机关，只剩下半截身子的老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全息图的使用权移交给了小美，并且提醒她不要相信任何人。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另一名队员再次触发了机关，海量石油如潮涌般向他们袭来。这时皮特突然攻击小美，另一名队友上前帮忙，反被皮特推进了石油之中。石油离他们越来越近，众人一路跑进大楼，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等到石油慢慢退去，他们留下2名队员等待救援，其他人继续执行任务。结果刚来到对面大楼，就发现士兵包围了过来，伤员所在的位置直接被粉碎。还好刚才的石油挡住了附近的监控，他们并未发现小队还有幸存者。随后总统向全国发出通告，表示已经消灭了嘲笑鸟小队。反抗军以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被杀，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他们一路高歌猛进，包围了都城。几人想要继续完成任务，可距离总统的老巢还有70几个街区，街上的陷阱比人还多。这时雅各建议他们走下水道，因为他曾参与过城市的建造，对下水道很熟悉。小美用全息图进行检测，没有发现机关陷阱。几人在黑暗的下水道中缓缓前行，他们很快来到了一处洞口。可就在最后1名队员通过时，这是总统释放的变异蜥蜴人，众人只能边打边退，蜥蜴人越来越多，小美几乎射完了手中的箭。好在雅各很快找到了逃生通道，尼克为了掩护小美撤退，一直战斗到了最后。可就在他爬上梯子的瞬间，直接被蜥蜴人拽了下去，小美只能忍痛扔下炸弹，结束了尼克的痛苦。剩下几人很快来到了地铁通道，不料通道内早已布满陷阱，1名队员瞬间被光束粉碎，同时身后的地面开始爆裂。关键时刻，皮特突然发作，结果连医生都治不好的皮特，直接被小美的一个吻成功唤醒。随后在金发姐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都城的朋友家躲避。与此同时，总统为了保护都城的市民，让他们全都来到自己的府邸避难。小美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她和盖尔乔装成都城市民，跟着人群向总统府走去。路上有士兵在检查市民的身份，可就在他们快被发现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原来是反抗军攻进了城内。2人赶紧找掩体躲避，不料装甲车直接被炸弹掀翻，盖尔也被冲上来的士兵抓走。小美继续向总统府靠近，这时天空飞来一架飞机，并投下了大量补给。都城市民纷纷伸手去抢，不料这些补给是炸弹，无辜市民在爆炸中殒命。小美也被冲击波震晕过去。当她再次醒来，看见妹妹的救援队在不远处，她刚想上前和妹妹会合，突然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当小美再次醒来时，已经是2天以后。母亲的眼神告诉小美，妹妹永远离开了他们。反抗军打赢了这场战争。小美来到总统府的后花园，见到了早已沦为阶下囚的老总统。原来对方已经身患重病，他随身佩戴的白玫瑰就是为了掩盖嘴里的血腥味。但有一件事他必须说清楚，原来最后投下的炸弹并不是他的命令。大势已去的他完全没有必要轰炸自己的市民。小美半信半疑地回到住处，她质问盖尔，斯诺总统的话是否属实。盖尔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随后科因召集了一些重要人员，并宣布自己将担任临时总统，他将会重启饥饿游戏，让都城市民像他们一样自相残杀。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最关键的一票落在了小美身上。一向善良的小美竟然同意了，条件是必须由自己来处决斯诺总统。处决日当天，嘲笑鸟身着黑色战衣，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缓缓走向了行刑台。施惠国即将走向新的纪元，女总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小美张弓搭箭，瞄准了绑在柱子上的老总统，她的眼神逐渐变得犀利。下一秒，小美调动箭头，倒下的竟然是女总统。这一刻，她终于明白，自己的敌人不是某个总统，而是统治者带来的暴政。小美给自己准备了一颗毒药，好在关键时刻被皮特阻止。老总统被愤怒的人群撕碎，女总统的野心也落下了帷幕。最后，民众通过选举选出了大家认可的领导人。影片的最后，小美回到了第12区。当她走进房间，看见了那只妹妹养的猫，小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个坚强的女人第一次嚎啕大哭。几天过后，小美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更令她没想到的是，皮特竟然也回到了这里。2人终于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3年过后，他们身边多了一对可爱的儿女。经历了很多事情后，才幡然醒悟，原来平静的生活是如此的难能可贵。